有一份愛的禮物，我要把它送給你。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發揮人生嘅時間。上一集咧就有個朋友留言咧，就想我講多啲關於夫婦關係啊、親子教育啊嗰啲課題，所以呢一集我就想籠統一啲講下愛呢個課題。因為愛呢樣嘢好似好抽象咁，好似一種唔理性嘅一種嘅感覺，確實係唔容易為愛去下一個定義。我就走去維基百科嚟睇下佢哋點去講愛。佢就話咧，愛通常係見於人或者動物，係指對一個人或者某一種物件嘅一種強烈嘅情感同埋依戀，衍生自親人之間嘅強烈關愛啦、忠誠啦同埋善意嘅情感同心理嘅狀態。好似母愛咁樣，愛係包含一系列強烈同積極嘅情感同埋精神嘅狀態。總之就係關於兩個人或者你同某啲物件嘅關係。我參加好多朋友喺教堂裏邊行婚禮嘅時候咧，好多時讀一段聖經，就係喺哥林多前書13章嗰度講，佢話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係不嫉妒，愛係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嘅事，不求自己嘅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嗱，呢度講愛有好多嘅特質啊，係點樣，亦都唔係點樣。不過咧，喺我哋感性上高，我哋喺平日我哋人與人相處之間，我哋係比較難去真係將頭先無論係維基百科或者係聖經講嘅所謂愛嚟到去傳達出去，又或者你做咗啲嘢係表達對對方嘅愛意，但係對方係咪真係能夠咁開心咁去接受呢？所以今一集咧，我就唔去講一啲理念性或者頭腦上高話愛係啲乜嘢，反而係想講下我哋點去表達，譬如我哋喺婚姻裏邊或者親子關係上高表達到呢種愛，而對方真係感受到。又或者咧，你係能夠去體諒或者接收到對方傳遞嘅俾你嘅愛意，咁就不得不提呢個 Gary Chapman 寫嘅一本書叫做《The 5 Love Languages》5種愛嘅語言。原來咧，我哋人與人之間去表達愛，我哋明明想表達一份嘅愛意，就好似開始嘅時候獻醜唱咗幾句就話我哋愛嘅禮物去送俾對方，但係點知對方打翻轉頭，咁就冇乜意思啦，係咪？原來咧，我哋無論係傳遞啦，或者我哋接收愛意嘅時候咧，都有唔同嘅面向嘅。呢個所謂嘅 5 Love Languages 咧，就唔係淨係一種語言上高，原來有5個面向。我哋嚟睇一睇有邊5個面向。第一個就做 Words of Affirmation， 即係肯定嘅語言。第二個咧就係 Quality Time， 一啲有質素、精心嘅時刻。第三個咧就 Receiving Gifts， 我哋真心真意嘅去送出嘅一啲嘅禮物。第四個咧就係 Acts of Service， 有行動上高嘅服務。第5個咧就係 Physical Touch， 即係身體上高嘅接觸。到底呢5樣嘢係啲咩回事咧？咁其實顧名思義，大家都可能會意會到一啲嘅意思。嗱，第一個 Words of Affirmation， 肯定嘅語言嘅意思，即係話有啲人咧真係要聽到你對佢嘅肯定啦、讚賞啦，佢先感覺到你對佢嘅愛嘅。咁當然你要真心啦，就好似咧我哋對一啲 BB 咁啊。佢開始識得去拎起隻匙羹自己筆飯嘅時候咧，你喺旁邊就哇你好叻啊，好犀利啊，你可以揸匙羹食飯啦咁樣。你見到啲 BB 咧就會好開心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對一個大人咁樣講，佢真係睬你都傻。咁你就需要咧，就唔係成日彈佢啊、批評佢啊，而係時刻留意下有啲乜嘢佢係值得你去欣賞、去讚賞佢咧，俾佢多啲嘅肯定。咁其實呢一點咧，如果就算佢唔係一個需要言語肯定嘅人，你成日都批評佢、成日都窒佢嘅話，
佢都唔會中意你啦，係咪？咁我哋鍛鍊表達一個肯定嘅語言咧，其實對我哋自己都有益處嘅，因為我哋就唔會成日都係喺批判性嘅思維裏邊尋找對方嗰啲咩嘅錯誤啊，有啲咩做得唔好。我哋中國人有個傳統啊，我覺得呢個直情係陋習嚟嘅，就係成日強調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啊，所以咧成日都揾自己嘅仔女有啲咩做得唔好啊，成日都糾正佢，成日批評佢話佢邊度做得唔啱啊咁。反而係令到呢個小朋友咧喺成長裏邊冇自信，佢唔敢去再嘗試一啲新嘅事物，唔敢自己去做，因為佢驚做錯嘢而俾你去批評。同樣喺配偶之間，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話佢做得唔好，成日都想去改變佢，成日想去吟尋對方嘅時候咧，對方未必會惡言相向，但係可能會默默地唔出聲，唔敢去向你表達任何事，因為覺得同你講任何嘢咧，你都會唔同意啊，你都會批評啊。而第二種咧就係 quality time。係一啲精心嘅一啲時刻，一啲有質素嘅相陪嘅時刻。其實呢個對現代人咧都係好大嘅挑戰，因為現代人咧已經處於一個機不可失嘅年代，我哋好少時間肯放低嘅手機啊，就算約埋一大班朋友出嚟食飯，都可能個個都揸住個手機，耷低頭喺度自己喺度上網啊，或者去睇自己手機裏面嘅嘢，以致人與人之間真係缺乏咗一啲嘅溝通。咁呢個確實係影響緊兩性嘅關係或者係親子嘅關係，因為喺親人無論係婚姻或者親子裏邊咧，其實要需要好多陪伴嘅時間。特別如果喺呢方面有特別需要嘅一方嘅時候咧，如果你忽略咗嘅時候，咁係會影響到你哋嘅關係。第三種就係 receiving gift，即係嗰啲精心細意嘅一啲禮物。有啲人咧真係要收到禮物先至覺得係你愛佢。當然我哋都知送禮當然係一種表達，就算嗰樣嘢唔啱你心意都好，如果對方係真係真心去為你去預備一份禮物嘅時候，你唔多唔少你都會覺得啊，佢都係關注緊你。當然啦，禮物必須係對方喜歡同埋想要嘅禮物啦，唔通做老公嘅就送個電鬚刨俾個老婆，然後同佢講我幫你用咁咩？第四種咧就係服務啦 ，acts of service， 即係話咧你去為佢做一啲嘢。有啲人咧中意用服侍幫對方做嘢咧嚟到去表示對方嘅愛。呢種人咧亦都係人哋話幫佢做嘢嘅時候，佢會感受到對方嘅愛啦。就好似我媽媽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曾經問過媽媽：阿媽你錫唔錫我咁樣？我阿媽反應就係：點唔錫你啊？唔錫你我就唔會煮咁多嘢你食啦咁樣。我媽媽就係用服侍咧嚟表達佢嘅愛，所以我媽媽煮嘢好好食。當然啦，我自己就唔係呢一 type 嘅人，但係我明白咗佢係咁嘅時候，我知道佢每一餐飯都係表達緊佢對子女嘅愛。而第五種咧就係 physical touch， 一個身體上嗰個接觸，特別我哋同我哋嘅仔女之間，小朋友細個嘅時候，佢個左腦認知嘅能力未發展嘅時候咧，喺呢個階段其實好需要大量嘅擁抱，好需要大量嘅 physical touch 嚟到感受到安全。特別係擁抱啦，錫下佢啦，咁呢啲 physical touch 咧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咧係好重要，俾到佢有安全感。不過以前嘅華人就喺呢方面咧就比較保守一啲，男女授受不親，人與人之間都必須要保持一個距離，唔似得西方社會咁樣無論男女咁樣見到面都會有一個擁抱，有一個嘅 kiss 咁樣。咁所以我哋中國人係幾欠缺呢一方面。我記得好多年有一次咧翻屋企嘅時候，我見到前面咧有兩母子一齊行，個仔咧就想黐埋媽媽度嘅時候咧，個媽媽咧好嚴氣咁一輕輕咁擁開佢，覺得唔好黐咁埋啊咁。我見到個小朋友就好唔開心。所以你睇到小朋友其實好需要嘅一啲身體嘅接觸，特別係擁抱，佢係好有安全感。所以你不妨留意下自己。究竟乜嘢嘅情況底下，你會覺得感受到嗰份愛呢？係人哋對你嘅肯定啊，定還是有人專注嘅陪伴你啊，同你傾偈啊？還是係你收到一份好喜歡嘅禮物，或是有人幫你去做一啲嘢，定係咧擁抱啊，一啲身體嘅接觸？如果你都唔係咁清楚嘅時候，其實網上咧都有呢啲咁嘅測試。你可以上網揾下，甚至咧，我鼓勵大家去揾 Gary Chapman 呢本書嚟去睇下。呢本書有中文嘅版本，咁書裏邊咧都會附載咗5個愛嘅語言嘅測試，咁你哋去做下，咁以至咧你能夠去知道自己究竟係邊一類型感受到愛嘅。喺親子關係嚟講咧，特別如果你嘅小朋友係細個嘅話，呢個係比較容易啲，因為係比較單向，係你向個小朋友去表達。喺兩性關係上高咧，嗰個挑戰性就會大一啲，因為我哋會習慣喺我哋自己愛嘅感受嘅模式裏邊。我舉個例，譬如你本身就可能係一個中意收禮物嘅，感受到愛，而唔中意去服侍他人嘅。
而你嘅另一半呢，佢偏偏就係 act of service 嘅人，而唔中意收禮物，就慳價。咁你點由自己唔中意提供服務嘅裏邊，你為咗對方，為咗愛對方嚟幫助佢做一啲嘢呢？嗱，呢個係我哋要時刻嘅警覺同埋跨出一步。喺初期嘅時候，我哋可能當對方提出要求，你想去幫佢做一啲嘢嘅時候，你可能內在裏邊有一份嘅抗拒，你就可能會習慣性地用一啲負面嘅情緒或者言語去表達去拒絕。呢個其實係破壞緊關係。咁你點樣能夠去保持呢份自覺呢？咁我都鼓勵大家，除咗做完個測驗知道自己係邊一類型嘅時候，或者甚至你已經係拍緊拖或者係已經結咗婚嘅時候，可以兩個一齊去做呢啲測試，以至知道大家彼此係乜嘢嘅形態，需要一啲點樣嘅愛嘅語言嘅時候，大家嚟到學習一步一步慢慢嘅協調。以至咧，你哋兩個能夠真係去感受到對方對你嘅愛，而唔係憑住自己嗰個形態而誤解咗對方。咁好希望今集嘅內容都能夠對大家有幫助同有啟發啦。我本身係一個中意收禮物嘅人，所以作為一個 YouTuber，大家送俾我最好嘅禮物就係下底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唔單止令到我會開心，而且有新片發放嘅時候，大家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我哋下集再見，拜拜。